伙伴们，新年快乐！过去的这一年，是否都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呢？马马虎虎的我，也和你们一样，酝酿着新的一年的开始。而作为今年的第一支影片我想这部曾经诞生于千禧年前夕，肩负一间公司重大命运的电子游戏主机，它是如何在大局已定的产品生涯中，最终成为玩家回忆里的经典。其标志性的蓝色刺猬以及蚊香的招牌 logo， 你肯定知道这部电子游戏主机的存在。即使你不知道，那也肯定要知道。肩负日本 Sega 公司重大命运关键的 Dreamcast， 正是今天这支影片的主角社会科学就像呼吸一样，大家好，我是世嘉。2000年后，大局已定。索尼宛如狮子王般的姿态降临，推出销售破亿的传奇主机 PS2。然而，当时与之匹敌的一号挑战者 Dreamcast， 又称 DC 主机，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下，结束了 Sega 在家用主机部市场的最后任务。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从 Sega 第7部家用主机 Dreamcast，在 DC 主机的生命周期里头，重新感受那些 Sega 带给我们的感动与反思吧。作为第一部可连线的主机，连线功能对 DC 来说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球第一部可被家用主机运行的线上游戏 Phantasy Star Online 梦幻之星网络版，是一部发售在2000年圣诞节前夕的 DC 主机游戏。游戏强调可以单机游玩，探索游戏设计的关卡外，也能透过 DC 主机自身的网络接口接上家中的电话线，开启全球首例的线上模式。同时，线上模式中更可以获得单人游戏时无法获得的隐藏道具与装备，并且有些能力成长是需要透过玩家之间的协助下才能够顺利发展出稀有形态。然而，线上游戏这个新颖的理念，在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实为超前已经不是一般的家庭所能承担的，并且这项机制仅在日本当地可以顺利的被网络注册与使用。在当时的海外地区或台湾的玩家想要接上自家的电话线拨接，可是行不通的然而，你说日本当地的玩家因为地缘关系就能够轻松的驾驭梦幻之星吗？这也未必，因为在当时日本拨接上网的服务主要来自 KDDI 和 NTT 两大电信公司所提供，每分钟大约落在10到15块日元，相当于4块钱新台币左右。这边也顺便科普一下当年的台湾电话线拨接费用，以中华电信来说是每分钟3块钱左右。而在当时的日本地区，要是想要体验一个完整的游戏段落或关卡，没有个1小时，你是很难在线上模式玩出一个进度的。而随着等级与关卡的推进，后面的时数会越来越长，可想而知，如果为了玩游戏而要负担上网的费用，上班族玩得很勉强，更别提那些仰赖家长所提供经济支持的学生们了。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因为不懂拨接费用，那个月收到一份将近3000多块的电话费账单。那时候我妈看到账单心情可想而知，就知道我妈在那之后要多辛苦才能补回这个坑。不过话说回来当时 Sega 想要发展的网络理念，现实社会根本还没有跟上这个脚步。于是我们的 Sega 为了加速在市场上站稳第一阶段的市场占有率，在日本祭出撒币式的策略。想要上网吗？买 DC， 你上网，我买单。首年网络费用由 Sega 干爹帮你出。虽然这部分的申请流程是不是有口号所讲的那么简单，可能需要当时日本在地的玩家现身说法才能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策略其实已经可以看出 Sega 在市场占有率上的迫切压力了。即便 Sega 撒币式的网络策略是吸引人的，
但真要制作对应的游戏，当时的游戏厂商们的态度是 OK， 但你先。新颖的理念并没有充足的经验去掌握，这些都会成为开发上的风险与成本。而随着第三方开发压倒性倾向索尼阵营时，也早已预判了 DC 主机的未来走向。当时索尼不光只有 DC 作为竞争对手，随后的第二位挑战者任天堂的 GameCube、GC 主机以及微软的 Xbox 也是来势汹汹哦。但他们的处境在当时不见得比 DC 主机乐观。只不过 Sega 在面对这个已经写好的结局时，不知道是不是身心状态陷入疯狂哦，却也出乎意料地展现他们放飞自我的艺术创造力。其中也包含 DC 主机首发轰动业界的开放世界游戏始祖沙漠。沙漠是1999年由王牌制作人铃木裕领衔开发，斥资70亿日元打造，这是什么概念呢？以当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0亿新台币。强调一切宛如真实的存在，路人每天的行程，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事，游戏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作息。铃木裕将脑海里的那些庞大的组织讯息浓缩在了沙漠的游戏设计开发上。游戏配音的台词量，如果以一部2小时的电影来估算哦，近乎达到30部电影的惊人内容。这已经是超出业界常规的工作量，这部沙漠有太多的地方可以陈述。这个开发成本来到天价的游戏， Sega 俨然在宣告停产的状态下，投入更多的预算为沙漠2持续宣发造势。同时在沙漠1代与2代之间， Sega 更是卯足了全力在日本国内展开铺天盖地的广告行动，几乎是拿出所有口袋里私房钱的 Sega 砸下800亿日元为 DC 主机制造媒体流量。这笔800亿日元是什么概念呢？以1999年的汇率计算，将近216亿新台币。与此同时， Sega 邀请了自家专务董事汤川英一，担任名为汤川专务的广告系列主角。以调侃自家主机销量不如隔壁棚的索尼，汤川英一的角色出演不仅仅是用董事的身份自我调侃，背后更是隐喻着日本父权的男性社会中，要男人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可见当时的 Sega 已经进入艰难的白热化阶段。但既然花钱做广告了，请明星代言岂不是更能立竿见影吗？明星的社群号召力难道会比一位社内董事还要差吗？其实不然哦。当时与汤川英一共同搭档广告出演的，便是来自当年日本杰尼斯男孩王牌 C 位，堪称流量密码的龙泽秀明。而随着主机停产，汤川英一与龙泽秀明的汤川专务便成为了另类的经典。而投入800亿日元提升日本全国装机量的策略，游戏软体量的不足也是 DC 主机的硬伤。你可以说这是东洋传统文化下特有的武士精神，期待让沙漠成为逆转关键的 Sega， 在同行眼里啊，好傻好天真，但在玩家的心目中，那是 Sega 最后战役的一口气。沙漠2的发售之后，仿佛一切并没有为市场产生任何变化，没有风，没有浪。Sega 员工一如既往的进公司办公，但对接下来的日子满是惆怅。这笔800亿日元的策略俨然是重大冲击。这笔800亿还不包含沙漠1演2总计70亿的开发费，前後近乎900亿负债的 Sega 迫在眉梢，更应该说病入膏肓。陷入财务危机的 Sega 与母公司 CSK 进行一连串的整并，
当时母公司的创办人，身兼 Sega 董事会主席的大川宫先生，在2001年因病过世。他过世之前，将价值约850亿日元的股份及资产捐赠给了 Sega， 帮助 Sega 止住财务缺口。大川宫先生的捐助保住了 Sega 还有旗下所有游戏的 IP。2004年，在和日本博弈机台的帕庆狗公司合并，引入第二次的资金注入。Sega 日后也正式转型为游戏软体开发商。不过，过了这么多年 ，Sega 现在还好吗？其实还不赖哦。Sega 近20年专注主机游戏、手游，还有代理发行，这20年的积累并没有付出流水。2023年 Sega 居然震撼地收购了一只愤怒的小鸟，收购金额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Sega 以7.06亿欧元收购，将近240亿新台币。这真的是有钱就开始任性了呢。说到这里 ，DC 的故事差不多来到尾声。不过，即使 DC 停产，它所提供的网络功能并没有立刻中断。梦幻之星网络版的连线服务直到2003年才正式结束。甚至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DC 主机的开发，游戏并没有随着停产而停止。虽然研发数量不同以往，但直到2007年都还是可以看到 DC 主机上的新作发售。但谁也没想到DC 主机宣布停产后的1年，网际网络的普及率快速扩散。2年后，线上游戏一词从陌生变成了熟悉， Online Game 宛如一种习惯了。时至今日，网际网络早已是家庭的标配。全球化的更新速度不仅仅只是在科技上，人类的价值观、包容性以及对生活消费的需求习惯不可同日而语。DC 主机当初那份期待拉近玩家与玩家之间的网际社群理念，即使理念也是梦想与心愿，现在这个心愿是不是已经成功的传播出去了呢？让这份答案在发问与回答之间停留几秒，你将会发现这个问题背后很美很美。Dreamcast 的 Dream 梦想，梦想这件事对 Sega 来说曾经离他很靠近，但也因为只是靠近，所以一切都还是很遥远。这个景象不就像是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没有被抵达的部分一模一样的呢？DC 主机的结束并没有带走 Sega 在这个产业上的付出。Sega 转型为专精游戏软体的开发厂商，沙漠的经典更在2018年透过 HD 的数位修复技术，现在 PC 平台也可以玩得到了。铃木更透过众筹平台，在2018年筹到了700多万美金，在2019年上市了续作《沙漠3》。包含我自己亲自体验《沙漠3》的魅力，俨然感慨多于那份激昂与兴奋。时过境迁，在更多新时代的游戏、更精致精美的画面、华丽的招式，《沙漠3》显得有那么一点憨厚还有清秀。它的步调与玩法如果没有配上旧作的情怀滤镜新世代的玩家可能很难被带入其中。而不光是沙漠有续作，作为全球第一款家用主机的线上游戏，也在2020年发售的最新《梦幻之星 Online NGS》，以最新次世代画面以及开放世界元素，爽快的战斗，并且是基本免费游玩。玩家将可以在广大的世界中自由探索，地图上也会随机触发紧急任务，等待玩家来挑战。玩家可以在世界中游玩卡牌游戏，参与即时运算的演唱会，更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调安排一天的行程。只不过游戏目前还称不算是 Sega 的开发重心，时间久了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点审美疲劳还有作业感的问题。而近几年将知名 IP 联名合作并授权翻拍成大电影的音速小子索尼克，
这部《音速小子》在2020年疫情严峻的情况下，大家进电影院观赏，那份娱乐享受成为了一种担心与害怕。然而，《音速小子》的个人魅力在当年以3亿美元的票房空降全球冠军。随后，这个 IP 也已经要来到第3集咯。帅到不行的黑音速夏特，简直不要太迷人啊！我们夏特的幕后配音人员不说，你可能不知道，他正是银手强尼，是我们的鸡哥基努里维啊。Sega 那份被笑好傻好天真的浪漫，或许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产业中，玩家所需要的正是那份可以被收藏在回忆里的浪漫。而现在的 Sega 也在未来的展望中报来一则喜讯，接下来的商业布局将要以次世代的技术来重现这些过往的经典作品。与此同时，更开启一项重大专案，一款来自1993年全球第一款 3D 格斗游戏 VR 快打，现在将要强势回归。这项新 VR 快打专案的开发代号，在2025年1月7号透过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的 CES 主题演讲中首度公开。NVIDIA 可谓是卯足全力为 VR 快打展现新技术的应用。现在站在了巨人肩膀上的 Sega， 你是乐观看待还是保守观望呢？节目尾声，我很荣幸我的童年有 Sega， 也很高兴成年后也有 Sega。对我来说，每一段都是精彩。在下回当你看见 Sega 的标志出现时，你会不会也能跟我一样看见 Sega 的罗曼蒂克呢？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感谢你把影片看到最后。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节目花絮、世家的日常生活，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我们的频道里头还有更多关于人物、电视电影以及电玩游戏的全新看见。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支持一下我嘛。如果对今日主题感兴趣，想让更多人看到，那么这支影片完全可以分享出去哦。我是世家，我们下支影片见。